好了，各位，今晚直播開始啊！各位事務所的同學晚安，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6月21號，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呢，天皇的沉默反擊，高市早苗目前的支持率是他上任以來最低，在國會他又遇到了聲紋鑑定打臉這件事情。在 G7 呢，本來應該是他大展神威，獲得很多人支持的時候，結果他是被孤立的。我們會講到昭和100年、聲紋鑑定、青木法則、麻生洋子案、艾維昂。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要開始了。來，今天這一題我必須要坦白講，我個人覺得很困惑。你聽我念完定場詩就知道了。昭和百載古中塵，魏莊二字誤戰魂。女相豈容天有後，聲聞一見見真身。七國席間孤影立，五臣支持醉黃昏。大政奉還誰敢問？神壇墮罷聖孤君。來，為什麼我說高市早苗的事情，我一直覺得很困惑是因為他的開局其實很好，不是每一個日本網友都同意。但是第一個，他是日本第一次有了一個女性首相，然後呢，他做了一個賭注，解散國會大選大勝。從那之後，我就不知道他在瞎雞巴搞什麼東西了。正常來講，一個極右派的首相能夠在日本當選，表示是一個新的機會啊。但是高市早苗有善用這個機會嗎？沒有，他到處開戰。我們上一集就講過，一個在東北亞的國家，怎麼可能同時得罪4個鄰居？他得罪誰？他得罪了中國大陸。他得罪了俄羅斯，他得罪了北韓，最近跟南韓的關係也不是很好。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神操作，才能夠把這整個事情導正成這樣？秦明說今天有最新一個心理醫生說他反社會人格，以解釋他所有行為等等。我們先不要這麼快的下這個定論，但是真的讓人很困惑。我沒有辦法想象一個開局這麼好的人，一步一步把整個日本往死裡推啊！來，記不記得大概1個多月前吧，我們有一集講的是高市早苗跟他召喚出來的網軍惡魔的故事。今天這一集呢，嚴格來講是上一集的續集，但是中間沒有隔真的很久。那上一集如果說講的是他跟惡魔，這一集講的是他跟神。我先把今天的主軸用一句話講給各位聽，今天整集就講一件事情。3種閉嘴。第一種閉嘴，他讓天皇不開口了；第二種閉嘴，他想讓對手閉嘴；第三個閉嘴呢，是他輪到自己該開口的時候，他閉嘴。所以各位同學，你先記住這3句話，因為接下來的時間我們講所有東西全部都回到這3個句話上面。這3種閉嘴是同一隻手做的。我打個比方你就懂，你家裡有一個人，他不准爺爺在飯桌上講話，因為爺爺一講話就會講到一些不該講的家族往事。他也不准鄰居講話，鄰居一講話，他就派人去鄰居家門口貼大字報潑油漆。結果有一天警察上門問他說：“你家門口那些大字報是不是你叫人家貼的？”這個人說什麼？他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不想付錢訂閱那家報社。”這就是高市早苗現在的處境啊！他對上面，他對天皇要消音，他對外面對政敵要消音，他對自己呢直接拒絕開口。我跟你講，你有沒有多發現一件事情？一個人如果心裡沒鬼，他不會想要同時捂住這麼多張嘴。捂嘴這個動作本身就洩露了答案。我們今天要把這3張被捂住的嘴一張一張打開來看，看看到底什麼東西讓他這麼急迫。先講最戲劇性的那一張，他自己的嘴，因為這張嘴被一個東西硬撬開了。這個硬撬開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奇妙啦。這個印撬開就是你今天看到的，來高市早苗呢，在國會裡面面對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因為他面對的是科學問題，科學問題叫做聲紋鑑定。在我們今天進到聲紋鑑定之前，先讓你記住一個畫面，這個畫面是今天整集的縮影。畫面是這樣子的：昭和100年那場大典，天皇坐在那邊，他是這個國家126代傳下的象徵，他是現人神，他想說一句對戰爭的反省，但他不能說，因為首相要他閉嘴。同一個典禮，我們的首相呢站在台上念稿子，念到把犧牲者念成偽裝者，然後在演奏音樂的時候舉起拳頭打拍子，打得很開心。一個坐着不能說話的，但是有正統性的人，一個站着說錯話但是有權力的人，各位，這就是今天的奇演。整集我們都在這兩個人之間拉扯，一個有正統性沒權力，一個有權力沒有正統性，而最後你會發現，當潮水退去，站得住的不是有權力那個。記住這個畫面，我們接下來就轉到背後的這一個國會質詢了。來，我們先從他自己的那一張嘴開始講起。事情是這樣的，各位記得上一集講到高市早苗的時候，核心人物有兩個，一個叫木下剛志，是高市早苗的行政第一秘書，而且也是公設秘書，意思是說這是拿國民的納稅錢養的。等於是他事務所的大總管，等於是台灣的這個事務所的辦公室主任。另外一個呢叫做松井健，是做那些攻擊同僚、攻擊自民黨本身、攻擊對手的重傷影片的人。高市在國會怎麼說？他說松井健這個人啊，我自己跟我地方秘書都不認識，清個乾乾淨淨。清得乾乾淨淨，結果周刊文春拿出什麼？拿出一段2024年12月7日的 Zoom 會議錄音，43分48秒，裡面有個男的講話講得很激動，講什麼數位跟類比的協作啦，老媒體很陳腐很自意啦。文春說，這個聲音就是木下剛志公設秘書。高市怎麼回應？各位，這是重點啊！他媽，你看了要不笑很困難吶。高市怎麼回應？高市說：“哎，各位，他一步一步的改口，我跟你講，這真的是很鳥的一個事情啊！我不知道到底高市早苗在想什麼。來，第一步，他被問到的時候。”他說：“我不想要成為那家媒體的付費會員，所以我沒有付費去聽，所以我沒聽過。那個付費會員是多少錢？60塊新台幣啊，60塊新台幣啊，刺激了吧？”他說：“我不想要成為會員，沒辦法。”第二步，因為他講這個太誇張了，他講的這個太扯了，所以導致什麼狀況？導致擋不住了，他改口說啊，那個聲音相當高，聽起來有違和感，不太像我的公設秘書，不太像我的公設秘書。第三步，他又改口了，他說秘書本人說聲音像自己，但沒辦法確定，秘書都不知道這個聲音是不是他自己。好啦，可能是他，但他自己都不確定，這是什麼樣的翻譯？這是什麼東西嘛？來，第四步，最後守不住啦，怎麼辦？他承認木下秘書確實參加了那場線上會議，訂正他的回應。他說：“我之前講錯了。”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這種叫做答辯曲線。一個人如果講的是真話，他的說法不會變。
一個人說法如果每隔幾天就往後退一步，那退的方向就是真相的方向，也就是他在越來越接近真相的方向。然後呢，文春說好，你今天都給我這樣搞，周刊文春是怎麼樣瞧不起，是不是？來，他花錢委托了一家叫做日本音響研究所的單位。日本音響研究所是什麼？這家機構是會配合日本警方警視廳進行實際聲紋鑑定的專業單位。周刊文春把2段聲音給他，一段是2024年12月那場 Zoom 會議的聲音，另外一段呢是木下秘書過去接受電視採訪時的聲音，把2段拿去比对。音響研究所的鑑定結果8個字，可推定為同一人物。各位，你現在應該懂他為什麼要說我不想当付費會員了吧？因為這是他唯一能說的話。他不能說那不是我秘書，因為聲紋會打臉。他不能說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他事務所的大總管。他只能說一句跟事實完全無關的話：我不想要訂閱，我不想要付錢。我跟你講，這就是真相總是傷人的最標準的示範。一個人寧願在國會殿堂上瞎講，也不願意正面回答，因為那個答案已經寫在他的回避裡面。他為什麼要回避？就是因為他在瞎講啊！只要當事人開始回避一個是非題，改成回答一個訂閱題，你就知道是非題的答案呢，是他不敢講那一個。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再幫你把這個荒謬放大一點。各位想想，聲紋鑑定這個東西，平常在法庭上可以當證據用的。日本音響研究所這家機構，平常是配合警察辦刑事案件的。也就是說，周刊文春拿出來的不是網友的猜測，不是名嘴的爆料，是一份在法律層級上有分量的技術鑑定。高士怎麼回應？高士他沒有反駁鑑定的方法，他也沒有提出反證。他也沒有說我們也找一家機構來鑑定，他說是我不想訂閱周刊文春。你不會覺得這很荒謬？你不會覺得這很不合理嗎？這就好像警察拿着 DNA 報告跟你講，現場採到是你的 DNA， 你回他一句我不想看那句報告，因為我不訂閱警察局的電子報。你覺得這樣的話是一個心裡面沒有鬼的人會講的嗎？一個人面對證據的時候，選擇攻擊我為什麼要看這個證據，而不是這份證據哪裡有錯，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一種認罪，這不是法律上的認罪，這是邏輯上的認罪。來，壞掉龍九說，請支持西蛋是折疊快主播擔任阿魯巴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前，請為老豬助打擊，謝謝。秦明說，今天最新一個心理醫生說高士掃描反社會人格，以解釋他所有的行為。謝明峰說，昨天沒跟上，今天特來補上。負空間概念，聽完朱大說的，渾身起雞皮疙瘩。講解給2個小孩聽，準備上管理系的老大說有點模糊。被高3的老二說檔案解壓，說缺空格填空的概念，果然還是要理工宅才能互相了解暗語。這是統計學，統計學，你老大要上管理系應該要懂啊。Mr. 阿卡賽子說，小抖的目標，朱大晚安，各位網友晚安。這是9個使用攜帶式折疊快主播擔任阿魯巴朱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定深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謝謝。By the way， 來倒點小酒，小搞些配菜來欣賞朱大的節目。Mr. 劉建一說，邪教車力巨人今天還能穩坐首相之位，代表該國國民默認 and 授權支持這樣子的一位媽媽桑，不急。該國國民對政治非常不感興趣，所以慢慢來，馬上就要到了一個關鍵點了。我們後面會講。山仔醫生說，抖一個祝福大家端午連假最後一天都開心，我還蠻開心的。秦明說，補充一個，自民黨要求刪除高市1月3號的答辯國會記錄，立憲民主黨拒絕了，當然要拒絕啊。為什麼要拒絕？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刪掉，就沒有犯法的證據了。你在國會說謊，你在國會說謊。唉，好了，來，接下來要到下一章了。下一章是什麼呢？下一章就是昭和100年的沉默。這是怎麼一個狀況呢？來，高市早苗一開口就說謊，被迫講了謊話。Sylvia Chang 說啊，我跟到了中宇，今天還蠻準的，我們8點呢，都快8點半了。坦白講，來，接下來要講天皇了。天皇的問題在哪？我們先講一個背景。2026年4月29號，日本辦了一個很大的典禮，叫做昭和100年式典。昭和是什麼東西？昭和是裕仁天皇那個年代，從1926年算起到2026年，剛好100年，是個大日子。大日子。照慣例，這種國家級的紀念典禮，天皇是會講話的。是不是叫玉音放送？我不太確定，但是天皇玉音這是真的。結果那天天皇出席了，坐在那裡，但是沒有講話。我們昨天才講過傅集合嘞，今天又講到這個。各位，你想想看，這畫面多奇怪！100年一次的大典，現人神天皇人在現場，但是不開口。後來有人去問宮內廳，宮內廳就是管皇室事務的政府機關，問說：“天皇怎麼沒講話呢？”宮內廳的回答是5個字：依政府的考量。Sylvia Chang 說：“斗內支持，謝謝豬一直認真，我都很認真的。來，我們用本台的事有異常必有妖來說。”只要宮內廳說依政府考量，你就一定要問是政府的什麼考量？需要讓天皇在100年一次的大典上閉嘴嗎？答案後來出來了，有人受不了了，有人覺得看你們政府瞎搞，為什麼我連天皇講話的權利都被剝奪？據傳。天皇本來準備的講稿裡面呢，有一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昭和前面30年的那場戰爭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跟你講，這句話天皇不是第一次想講，他在別的場合用類似的意思講過。他對那段歷史的反省是公開的、一貫的，但是這次政府有人覺得不對。高市早苗一看苗頭不對，緊急要求宮內廳把這段話拿掉。各位，我們先停在這邊想一秒。一個首相要求把天皇對戰爭的反省從講稿裡面刪掉，這是什麼小？這是什麼狀況？這就是第一種閉嘴的最高版本，竟然敢要求天皇閉嘴啊！各位，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在日本的重要性啊！日本對昭和那段戰爭歷史的態度呢，一直很撕裂。有一派人認為應該深刻反省，向受害國道歉；另外一派保守派認為，一直道歉是自虐史觀，日本不該永遠跪着。高市早苗就是自虐史觀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他覺得我極右派，他媽我連道歉我都不准道歉。天皇是一派，今上天皇啊，對於戰爭的反省是一貫的、公開的。他在很多場合都表達過對和平的珍視、對戰爭的悔恨。這不是政治表態，這是他作為昭和天皇後代對那段歷史背負的責任感。所以你看到的衝突本質是什麼？是一個反省派的天皇跟一個自虐史觀批判派的首相，在昭和100年這個最敏感的時間點上對撞。
高適不能讓天皇在這個場合說出戰爭是巨大錯誤，因為那等於是在他的保守派基本盤上面打了一巴掌，所以他寧願冒着大不悔，冒着極度失禮對天皇消音的這種動作，也要把那句話拿掉。各位，為什麼這件事這麼嚴重？這不是行政流程的小事，這是首相用政治權力去蓋住天皇的歷史良知啊！你知道這個事情多嚴重？是顯然天皇不高興了。天皇，你要我拿掉那一段，我索性不開口，不講話了。這不是行政流程的小事，我再強調一遍，這是日本首相用政治權力蓋住了天皇的歷史良知。然後同一個典禮上還發生了2件事。第一個，高適自己上台，天皇不講話，就他講話，他上台念致辭，念到一個詞本來應該是戰爭犧牲者，就他念成了戰爭偽裝者。日文裡面這2個詞發音接近，但意思天差地遠。犧牲者是為國捐軀的人，偽裝者是假裝的人，連 YouTube 的自動字幕都打出了偽裝者3個字。我要先停一下，那些在昭和前30年那场戰爭裡面死掉的人，不管是士兵還是平民，不管是日本的、中國的、亞洲其他地方的，他們是真實的，是數以千萬計的死者，他們不該被念成偽裝者。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在紀念這段歷史的場合，連犧牲者3個字都念不對，這對死者是一種冒犯啊！我們講這一段之後很嚴肅，因為這個事情實在太嚴重，但是台灣媒體也都不報，為什麼？他覺得沒什麼了不起嘛，他忘記台灣人也被人家殺得翻天覆地，我們台灣人還被派到南洋去做苦工，也是做得死去活來。第2件事情，在海上自衛隊演奏昭和时代金曲的時候，高適在台下舉起拳頭打拍子，日本媒體形容成很嗨、很投入的意思。旁邊宮內廳的職員全程面無表情，沒有鼓掌。女性自身這些媒體請注意，女性自身相對沒有那麼偏右。他們的報道是什麼？是這個畫面是皇室輕視，也就是他輕視皇室。這在幹什麼？這到底幹什麼？有什麼需要在一個昭和100年慶祝大典上揮手在那邊打拍子，露出自己很嗨的樣子？你有病的！所以各位，你把這個3個畫面擺在一起看，天皇被消音，他被要求拿掉一個段落之後，剛秦明有講，宮內廳隨後就發布聲明，他說天皇是反戰的，但這個意思就是你敢要求我拿掉一段，我索性不講話。高適早苗把戰爭犧牲者念成偽裝者，典禮上舉拳打拍子，一個對歷史有反省的天皇坐在那邊不能說話，一個對歷史念錯字還在旁邊打拍子的首相站在台上，這個對比就是今天真正的關鍵。我的判斷是，昭和100年試點不是一場典禮，是一次權力對象徵的測試。高適早苗在測試一件事情：天皇到底能不能被他壓制？那天的結果是能，天皇坐在那邊一句話都沒有說。但是各位，天皇是現人神他在日本的地位怎是你一個媽媽桑可以壓得住的？天皇在那一場活動裡面有出席，就看我背後的照片，他有出席，但是他完全不講話。
那你說這個場合是好還是不好呢？來，接下來天皇反擊了。我們先念一下那個秦明的斗內。秦明說，所以大家翻出來，国會議員1年級的時候，1年前嘛，問春山富士，我們戰後出生人不需要反省以前的戰爭嗎？另外，靖國神社1978年10月17日偷偷合祭甲級戰難後，昭和天皇就再也沒去參拜過靖國神社了。戰後去過8次，平城令和也都沒有再去了。你很清楚，天皇的立場就是反戰。Mr. 劉建一說，跟車力巨人提東京大轟炸，不知道會不会讓他破防？我覺得他不在乎啦。好，但是沒關係，你以為天皇壓得住嗎？來，我跟你講，3天之後，天皇就召開了記者會。你要先理解一件事情。日本天皇講話就跟日本的民族性有關，它是全世界最委婉的說法。日本講話本來就遮遮掩掩，天皇更是，他不可能站出說高市早苗，你給我撤回，他做不到，憲法也不允許他這樣做。天皇沒有實權，他不能干政。但沒有實權的人不代表沒有力量。天皇有一個東西高市沒有，那個東西叫做正統性。我們來看看天皇在記者會上講了什麼。他講了一段話，我念給各位聽，你要注意這個意在言外是很重要的。他說，我不想要對制度相關的事宜發表評論，但我認為皇室的根本職責跟活動始終應該是希望人民幸福，與人民同甘共苦。我希望關於如何保障皇室成員人數的討論能夠符合人民的理解。各位同學，你第一次聽可能覺得這不就場面話嗎？客客氣氣什麼都沒說，不對。我跟你講，這一段話每一句都是鋒利的刀鋒。日本人講話雖然遮遮掩掩，但意思不難猜。我們一句一句的分析給各位聽。第一句話是我不想要對制度相關事宜發表評論。那你為什麼要開記者會呢？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個人說我不想要評論，然後特地開個記者會來說我不想評論，他心裡有沒有數？他知不知道你看得出來？他當然知道，但他不評論是要讓全日本知道他選擇不評論，這個動作本身就是評論。第二句話，皇室的根本職責是希望人民幸福，與人民同甘共苦。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是某些人不是這樣想。我要告訴你，我這樣想，但有些人不是這樣想。誰在搞皇室典範改正，把皇室當成政治布局工具的那些人，天皇在說，我們的存在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你們的政治算計。第3句最狠最直接的一句話，我希望關於皇室成員人數的討論能夠符合人民的理解。各位，這句話翻成白話是什麼？是你們現在搞那一套呢，人民根本沒搞懂也沒同意。為什麼？因為高市早苗等極右派在搞的一件事情跟你所以為的相違背。高市早苗是女性，對不对？結果他反對女性天皇，他反對女性天皇，他想盡一切辦法要讓女性天皇變得不合法。我等下會給各位看數字啊，日本民意對女性天皇是高度支持的，但对于高市這一套不要女性天皇，敢用救公家養子的具體方案，支持人不到40%。天皇這句話等於是隔空點出了這個落差，你急着推這個東西，人民還沒有理解，你急什麼？各位，這就是天皇的反擊啊！日本的極右派一直推不要女性天皇，不要女性天皇，結果天皇直接講，他沒有實權，不能命令任何人
但他用一句“希望你們能符合人民理解”，把高士的犯案放到了違背民意的審判台上面。這叫什麼？這叫柔克剛啊！根據憲法，高士有權利可以叫宮內廳刪稿，可以叫天皇閉嘴。但天皇有正統性，他只要輕輕說一句話，就能夠讓全日本開始懷疑這個首相到底有沒有資格替天皇決定皇室的未來。各位同學，我們這邊補上一個歷史課，讓你明白天皇這一招有多重。日本戰後的天皇叫做象徵天皇，這是麥克阿瑟那一代設計出來的制度。天皇不能碰政治，它存在的意義就是當這個國家的象徵。聽起來好像很虛，對不對？一個不能做事的元首有什麼用呢？但你要反過來想，正因為天皇什麼政治的事情都不能做，所以他講的每一句話都不帶政治算計。當一個從來不為自己爭權的人難得開口說了一句“希望你們符合人民理解”，那句話的可信度是任何一個政客講100遍都換不到。各位，這就是象徵的力量。政客講話，大家會想，他想要騙我什麼東西？天皇講話，因為他只是象徵，他沒有實權呢，所以大家會想說，他是不是看到了什麼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而且各位別忘了，天皇在保護誰呀？你各位要懂啊，天皇是在保護他自己的女兒，那個愛子內親王。現在這一套改正案，白紙黑字就是要排除愛子的繼承權。一個父親啊，眼睜睜看着別人要立法，然後剝奪他女兒的繼承權，你覺得那開不開心？誰會開心？他能怎麼辦？但是依法他不能怎麼辦？他只能客客氣氣的說：“要想辦法，我們不要這個樣子。”他不能下命令，可是他可以開記者會說：“希望你們的做法能夠符合人民理解。”你聽懂了這個權力的無奈嗎？這不只是政治，這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父親為女兒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我的判斷是，我們的分析是這樣子的：昭和100年那天，高士贏了，天皇沒開口，他可能賭氣不講話。但記者會那天，天皇贏了，因為他證明了一件事情：你可以封住我的嘴，但你封不住我這張嘴背後126代傳下的正統性。而高市早苗最缺的，剛好就是這個正統性。畫面上，這就是愛子內親王了。我先跟各位講啊，對了，請各位趕快按讚啊！目前我們的直播同上人數都快1500了，麻煩按讚。我不知道我現在有多少人按讚，但請各位多按讚，因為今天這一集，如果你不懂日本的話，我們提供一個中立的角度，讓你去看日本，讓你了解。接下來要講愛子內親王了。來，天皇那句話說什麼意思？請各位記得按讚，然後我們置頂的所有連結、斗內帶貨都在這裡。有空的話記得，我們最近有那個純味家的豬腳，然後有芒果，有什麼呢？還有信公的豬肉產品，還有雲章的台灣牛。等等等等等等，來，我要說的是什麼？天皇那一句要希望你們推動的制度符合人民理解，我們把數字拿出來分析。先倒回去跟各位講，高市早苗推的這套皇室典範改正到底是什麼東西？它有2個重點。
第一個，女性皇族結婚之後可以保留皇籍，這個聽起來還好。公主結婚嫁給一般人之後還是皇室 ，OK。第二個才是關鍵，這是日本極右派的神經病夢想。天皇要從1945年被廢除的那些舊公家裡面去找養子，把他們重新迎回皇室。各位，你聽懂這兩條合起來是什麼意思嗎？意思就是說我不要女性天皇，我寧願去1945年廢掉的老貴族家裡找一個八竿子打不着的男生來當養子，我也不要讓現在的天皇的女兒愛子內親王繼承。這裡就出現了今天最諷刺的畫面。你各位以為日本女權復甦，你他媽搞錯了。台灣這些左派以為哇，高市早苗是挺女權的，挺你個屁！她根本不挺女權，她本身是個女的，但她反對女權。高市早苗是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对不对？她自己就是女人，可以當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活證明。結果這個女首相推的政策是女人不可以當天皇，允許有女首相，但不准有女天皇。在聽直播的各位，這是不是有點雙標？你自己坐在女性能坐的最高位置上面，就告訴另外一個女人愛子內親王說你不行。我幫各位把愛子內親王的處境講清楚。愛子是現在天皇唯一的孩子。他聰明，受歡迎，日本民間對他的好感度很高。問題出在哪？問題出在日本皇室現在的繼承規則呢，只認男性。也就是說，就算愛子是天皇的親生女兒，她也不能繼承，因為她是女的。現在皇室裡能繼承的年輕男性幾乎快沒有了，這才是所謂的皇室成員不足的危機。那解法有兩個，第一個是改規則，讓愛子公主、內親王這樣子的女性或者女性的後代，就女系可以繼承，這是多數民意支持的方向。另外一條就是高市早苗這種死硬派右派這一套不改男系規則，去1945年廢掉的舊公家找男生來當養子，撐住男系的香火。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發現問題了嗎？民意支持的是讓愛子能繼承。高市給的答案是找陌生的舊公家男生來繼承，這兩個方向根本相反。所以天皇那一句希望符合人民理解，精準命中的就是這個落差。人民想要的跟你要推的是相反的。民意怎麼看？我給各位看時事通信6月18號最近非常近的民調。是個別面接，就是個別面對面填的民調，2000個樣本，不能更正式的，不是網絡投票。對高市這套身份保持加養子的兩個方案，贊成的有多少？38%，反對的不到1%，反對的不到1%。什麼意思？你可能會說38%贊成，反對不到1%，那不是贊成比較多嗎？對，但是你要看那個美獎的中間，贊成38%，反對不到10%，中間5成幾人在哪？他們說我搞不懂，說不清楚，幹嘛要改現在的狀況呢？就直接寫清繼承就好了。這就是天皇那句話的數據版本。天皇說，希望討論能夠符合人民理解。民調告訴你，過半的人民根本不懂你在講什麼東西。一個首相在人民還沒有搞懂的狀況下，急着要改126代的繼承規則，你在急什麼？而且，各位還有一條更深的線，這套養子方案
背後不是只有高市。根據日本媒體報道，這個舅公家養子的方案呢，主導的人是麻生太郎，然後就有人提出質疑了，說這根本是綁架皇室的政變，甚至有人指出說，如果舅公家的人透過養子進來，有可能變成天皇的外戚，等於是把政治勢力的手伸進皇室的血脈裡面。各位，這個說法到底成不成立？先不要下定論，因為這是日本內部還在吵的事情。但是我要點出来的是，當改皇室繼承規則這件事從制度討論變成某個政治大佬主導的布局的時候，天皇那句希望符合人民理解，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我的判斷是，這一段把高市的雙標分析完整了。你清楚，她自己是日本第一任女首相，結果她所代表的立场是反对日本女性可以不繼承夫系，反对有女天皇。她對天皇消音，是因為天皇的反省會擋到她的極右派政治路線。她不要女天皇，是因為女性繼承，女系繼承會擋到某些人的布局。每一個閉嘴的動作背後，都有一個權力的算計啊。天皇要保護自己的女兒，保護不了，因為天皇無法拒絕政府。如果高市不撤回，天皇最後也只能簽字同意。這就是象徵元首的悲哀，他有正統性，但沒有否決權啊。所以那怎麼辦呢？怎么办？怎麼辦？開戰吶！開戰是什麼意思？人民竟然跟皇室站在一起，這本身真的很奇妙。來，這是什麼樣子的怪事兒？就是天皇的說法竟然站在民眾那一邊，而他是現人神，而極右派竟然要跟着高市掃描走啊！哎，你看這不是很荒謬嗎？來，前面我們講的就是天皇跟皇室，現在要看一件事情。哎呦，又看到我們的我想到了，難怪我覺得找不到了。這個我們要看這個動畫了。高市早苗的權力現在還剩多少？我們今天要看他的民調。我給你一組時事通信，也是6月18號的一個數字，你聽好。秦簡講的不對啊，公主生個兒子不就行了嗎？你搞錯了，日本的憲法是規定女系都不行，也就是你生了一個公主，公主生了一個小孩，那個小孩不能繼承。不管他是男是女，都不能繼承。來，高市內閣的支持率有54.3%吶，聽起來不差，對不對？54%還不錯，過半吶。重點不是這個，重點是趨勢。重點是趨勢，54.3%又比上個月掉了5.1%，而且是政權即位以來的最低點。不支持率呢，22.2%，比上個月升了2.5個百分點，也是他即任以來的最高點。而且還有一個更要命的是，自民黨的政黨支持率22.8%，一個月掉了5個百分點。秦明好像還有傳訊跟我講，他說最新的是自民黨變成一個有老人臭的政黨，在40歲以下的年輕人跟女性裡面支持率
崩跌、暴跌，那怎麼搞的嘞？這真的很荒謬啊！來，謝謝 TikTok 那邊的走走 Kate， 然後這個走內的這個各種各樣的小貼圖，謝謝你。好啦，來，自民党的正常支持率22.8%，一個月掉了5個百分點。各位，一個首相的個人支持率掉，政黨支持率掉，這兩個一起掉的時候，你要小心啊！因為日本政界有一條很有名的鐵律，叫做青木之法則 ，ROP no rule， 是不是？這個我不知道，我日文很爛。是。我解釋一下這個青木法則是什麼？它是已故的自民黨參議院大佬青木幹雄提出來的，內容很簡單：內閣支持率加上執政黨的支持率，如果這兩個加起來跌破50%，當時的首相就會被逼着下台。這是日本政界一個公認的轉折點指標，時事通信甚至專門做了一個追蹤圖。在聽直播的各位，你可能會說，這青木之法則會不會只是一個迷信？一個數字加一個數字跌破50%，首相就下台嗎？又不是算命。你錯了，我跟你講，這條法則之所以被日本政界當回事，是因為它真的應驗過很多次。歷代那些被逼下台的首相，在下台之前，他們的內閣支持率加政黨支持率幾乎都先跌破那條50%的線。它不是因果關係，它是一個徵兆。當這兩個數字一起垮到50以下，代表的是執政黨的議員們開始恐慌了。為什麼恐慌？因為政黨支持率低，就代表下次選舉大家可能會落選。一群怕落選的議員會做什麼？他們會開始逼宮，他們會開始切割，會開始逼首相扛責任下台，好換一張新面孔去拼選舉。謝謝出口物又抖內了10個會員，真感謝。所以這個數字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民意，是自己人。在聽直播的各位，你記得上一集講的連坐制。如果秘書的重傷影片被認定違法，高市本人可能要負連帶責任。把這個跟青木的法則連在一起看的話，外面有文春的子彈，裡面有自民黨怕落選的議員，中間有一條正在逼近的50死亡線。有網友說啊，日本人還是很支持高市早苗的，看這個數字不對啊。每個月都在跌5%，再跌下去，在年底之前，恐怕就會遇到青木法則的保衛戰。他現在高市早苗這個數字呢是77.1，看起來離50很遠，但政治這個東西啊，崩起來不是線性的，是雪崩式的。一旦自己人開始覺得留着他會害我落選，那個下墜的速度會比民調掉更快。我們現在來算高市現在的數字，內閣支持率54.3%，加上自民黨支持率22.8%，等於77.1%。各位，你聽到77.1%可能會覺得還蠻高的，離50還有一段嘛？對，但你要看的是速度啊。這個月內閣掉5.1%。政黨掉5，加起來一個月蒸發了10個百分點。如果照這個速度，一個月掉10點，那麼從77.1%往下掉到50，需要幾個月？不用3個月。當然，支持率不會這樣線性直直掉，中間會有反彈，會有波動。這是各位你要記住一件事。文春的子彈還沒打完，
聲紋鑑定是這個禮拜的事，下一期文春禮拜四又要出，每一發子彈都在往那條50%的死亡線上再推一把，這就是等價交換最冷酷的算法。高市早苗用什麼東西換到了大衛？他用一個真相保守、堂堂正正的第一名女首相的人設，加上一台一天可以生產200支假影片的網軍機器，他換到了權力。他用網軍換到了權力，但代價是什麼？代價是他的正統性正在以1個月10個百分點的速度被自己的影片工厂替代取消掉。接下來的故事還沒完，高市早苗只要每壓制一次真相，死亡線就往他逼近一步。我的判斷是呢，高市早苗現在站的位置是77.1，這個數字是他權力的體溫計。各位同學如果想要追蹤後續的話，你就盯着2個數字，內閣支持率、自民黨支持率，把它們加起來，等他們逼近50的那一天，就是我們要再做續集的那一天。好，結果講到這裡來啦，我們把鏡頭拉到國外，看高市早苗在國際舞台上過得怎麼樣。這個實在是很妙，我沒有想到高市早苗在國際舞台上會出那麼多包啊。來，高市早苗呢，6月15到17號 G7 峰會在法國東部一個叫 Evian 的地方開，這是高市早苗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席 G7， 但是高市早苗自己英文怎麼樣？實際上不太行。秦明說高市早苗出道自稱美國國會立法調查員，現在這個英語水平肯定是謊話了，應該是松下正金淑出錢的實習生助理。亮哥還說他英語比校長好，這個雪經歷偽造，台灣的朋友熟悉嗎？他的官方簡介已經偷偷改成什麼什麼 fellow 了。安倍對他的定位也是撒謊成性。哎呀呀啊！各位記得趕快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朱家一說，因為立場與我黨不同。出口屋送了10個會籍，還有一堆人收不到，你們各位自己要好反省一下。來，這一場他的表現怎麼樣？我要先講句公道話。這一章我不會只酸他，因為他在 G7 以上確實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可是很遺憾，這個事情呢，沒有人回應，沒有人回應。來，高市早苗在 G7 上面針對中國對日本的重要礦物出口管制公開表態，說這恐怕會對 G7 和理念相近國家的供應鏈造成嚴重影響。然後 G7 把這個出口管制的憂慮寫進去了，但沒有說要怎麼做。因為高市早苗原來是希望大家跟他組成聯盟，一起對抗中國的稀土管制跟特殊金屬管制，結果大家就把它寫進公報裡面，沒有人要跟他結成聯盟。來。高市早苗還主打一個點，日本是 G7 裡面唯一一個有民生用途稀有金屬儲備制度的國家。但是真的沒有人跟他結盟，沒有人，真的就尷尬。我看看啊。不是這個。那所以你要說他有成就，不能說錯，不能說錯，但實際上呢，就是很有問題，好不好？我看一看啊，我有沒有這一張圖？
啊，這一張有。好，等一下我再跟你講。來，中方對這個反應是真的很生氣啊。外交部的副發言人林健隔天就跳出來罵他，說他拉幫結派、煽動對立。哎，你看，對日本極右派是個加分，有沒有？被中國外交部特別點名出來罵，在保守派眼裡叫做勳章。我激怒了中國，所以這一點呢，高市早苗的支持者會說：你看，我們的首相在國際上替日本爭取利益，氣到了北京，讚不讚？讚。但是等等，我認為這個東西沒有實質結果呀。來，但是這一次峰會裡面瘋傳的幾個畫面呢，我一個一個跟各位分析。來，這個畫面呢，我剛才找到了，果然是秦明貼的。來，這個是高市早苗啊，一邊是加拿大總理，一邊是馬克宏，法國的總理，應該沒錯吧？好，你仔細看一下這個畫面，高市早苗笑得媽可開心了，有沒有？整個笑逐顏開。好，但是有一個問題，高市早苗履歷裡面沒有會法語這件事情吧？而法國的總理跟加拿大的總理，基本上他們有一個共通的母語，叫法文呢，那你覺得兩個共同母語是法文人在對談的時候會用英語嗎？我個人以我的翻譯經驗，我告訴你不太可能。那高市在笑個屁！高市根本不會法語，他根本第一聽不懂，第二不會講話呀。這是到底在幹嘛？而且好像加拿大總理跟高市講說今天天氣好好，高市也哈哈哈哈。這個很妙。我跟你講，我知道日本網友說高市自說自話，但是我的意思我再進一步推。是高市不可能懂日文，他履歷裡面也沒有不懂法文，他履歷也沒有對法文的理解的時候，兩個人極有可能是用法文對話，他怎麼可能能夠參與？也許兩位男士很配合的說日語或英語，好哦。來，但是凡事都有但是，我今天也有看到同一個峰會，網絡上瘋傳的不是他對中國強硬的畫面，瘋傳是另一個畫面，在法國的 Evian， 這應該就是那個礦泉水那個品牌 Evian， 一個大圓桌，各國領袖呢還沒有入座，但是高市早苗自己一個人入座了，他不知道這個畫面直播到全球去。他在那邊自己椅子上轉來轉去，有網友說那個時候有翻譯耳機，不對，沒有，因為翻譯耳機的存在必須要有人聽得到這些人在講什麼，而當時沒有，在這種公開 photo call 的場合裡面，旁邊是沒有翻譯人員的，因為只要拍完照就走，所以大家都是瞎雞巴講啊，都是瞎聊天吶。各國領袖在大圓桌旁邊三三兩兩談笑，就他一個人坐在那邊轉椅子，他坐在椅子上轉來轉去。日本網友給這個畫面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邊緣人”啊。他6月18號也發了一篇推特，炫耀自己當天參加了哪些討論，跟 AI 企業的 CEO 談了什麼。結果底下留言沒有人稱讚，全部都是沒人理他，孤立。日本首相真丟臉。但是等等，本台不是仇日，我們只是實話實說。所以先跟各位講一個公道話。
日本首相在 G7 邊緣化的場景，從以前都是這樣，這個文化都是這樣，不是高市早苗一個人的問題。2025年石破茂前首相去 G7 的時候，也有一模一樣的畫面，一個人坐在桌邊，不跟各國要人交流，這是歷代日本首相的通病。語言、文化、外交圈子的隔閡，讓日本領導人在 G7 這種西方俱樂部裡面，經常是邊緣的那一個，所以把孤立全部算到高市頭上，不公平，不公平。但是 G7 本來就是一個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圈的用英語社交的俱樂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6個國家的領袖文化背景接近，很多人私下就認識，茶水間閒聊，晚宴上開玩笑，毫無障礙。日本是裡面唯一的亞洲國家，語言不通，文化不同，日本首相又常常不是英語母語者，所以那種正式會議很風光，私下社交很邊緣的場面，幾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會遇到。我唯一遇到英文好的是河野太郎，我在電梯裡面跟他聊過天，他的英文講得很好。那其他的人呢，都是一堆瞎雞巴講，什麼小泉進次郎啊，什麼這個高市早苗啦。但問題就是高市演得太誇張，高市演得太誇張。一般日本的首相出這一類的包，大家都覺得還好。那他的問題就是在一個明明很尷尬的場景裡面，要做出各種各樣沒有讀空氣、超越旁邊人的行動範圍的人，所以這個東西才會導致回國或者在國內網絡上一片罵聲。這是以前的日本首相沒有過的事情。Vanny， 你白痴嗎？你覺得我會不懂外交場合要怎麼辦 ？Photo call 懂不懂啦？智障！你要不要去看我剛給那個照片叫 Photo call？ 你不懂這幾個英文對不對 ？Photo call 的意思是各國領袖合照，各國領袖合照，你他媽可以講非洲話啊！你可以講史瓦蒂尼語啊，你看周邊人聽不聽得懂？白痴！我跟你講，我最討厭的就是你屁也不懂，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懂。Photo call 是不能有翻譯人員，你最多要講就是對方會講的話，你要麼講英文，要麼講對方懂。譬如說他懂法語，你就講法語。他媽還在那邊講說這個外交場合不講本國語言啊，幹你娘！那個媽拍照就是不行，因為對方根本不懂你在講什麼，沒有翻譯人員也沒有翻譯耳機。你有沒有參加過外交場合？你沒有吧？你沒有吧？個智障，罵白痴！沒你今天來留言，你不要以為你留多了，他媽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對的。媽的，還在那邊貢獻笑料嘞！不要再變了。沒有翻譯，沒有什麼聯合國官方語言都無關。Photo call 就是大家出去拍照，身邊不跟人，不跟翻譯，你要麼就講對方聽得懂的話，要麼就他媽不講話。你以為我不懂啊？我他媽講了多少次啊？正式官方拜會的活動裡面，你必須要講自己國家的語言，但 Photo call 例外 ，Photo call 例外。別說了，他媽這麼蠢，我還要浪費時間回答。幹，你真是賺到，你家的牌位搞不好在冒青煙呢。來，但是接下來有一個故事我要特別處理。接下來要打一個故事是特別處理的是，我沒有雙軌驗證，但是有大量的人二次使用，而我分析一個來源。第一個。G7 這個故事呢，法國有一家電台叫 France Inter， 先爆了一個料，然後日本的日刊現代跟着爆，內容是什麼？後來有一大堆人引用轉貼，但是我幫你把這個過程查清楚。內容是說 G7 第一天的晚宴上，
川普跟高市早苗發生了口角，吵到其他國家的領袖不得不出來打圓場。起因是什麼？起因是川普又拿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來比擬這一次美國突襲伊朗，而且還自誇了一番。各位，我們要很誠實的跟各位說，這個消息目前唯一的來源，它沒有雙軌來源，就是法國那一家電台的記者引述他得到的消息上電視講。日本這邊是日刊現在在報，白宮沒有否認，日本官邸也沒有回應，所以他現在卡在一個沒有辦法證實也沒辦法否認的狀態。連日本網友自己都在吐槽說，來源只有日刊現代一家。你看 Benny 這智障，外交場合要說對方人聽懂英語，他媽他連 photo code 都聽不懂啦！你娘媽有蠢！你做 photo code 了之後，媽大家都講自己的語言嗎？你講自己語言可以呀、媽聯合國認可的語言的，認你媽雞巴啦！幹不讀書，來回家送你。我建議你下次不要來了。你他媽家裡不讀書也就算，還在那邊跟我講什麼聯合國認可語言 ？photo code 就是各國元首的正式合照，而在那個時候不會有隨扈，不會有秘書官，不會有翻譯官，你只能講對方聽得懂話。你他媽要像這個人這麼智障，要講說媽幹，那你不要講山東話啊？我告北蘭來，算了，北蘭就請他回家休息，我們請他休息86400秒。如果被打臉打不夠，明天再來，再繼續。photo call 在這個場合是各方的非官方寒暄，你要講山東話，要講陝北話，要講重慶話、四川話都好，但對方聽不懂，寒暄個屁！智障！來，我再繼續往下說。來，謝謝今天目標過了，我們就會做一個台派為什麼一直跟李在明為敵，拿假新聞栽贓他做票，拿假新聞栽贓說什麼中國入侵，讓大家好好看一看，韓國人最近對台灣人非常不爽。好，來等等，下禮拜會做，但我們今天趕快回到這個地方。重點是這個傳聞，不管是真是假，但是有很多日本人相信他真的跟川普吵架。我跟你講，一個傳聞傳得開，通常不是因為它被證實了，而是因為它太符合大家心裡已經有那個印象。日本人看到的高市是什麼？是一個在 G7 上面被邊緣化，急着刷存在感，對川普又特別想巴結的首相，所以他跟川普晚宴吵架，其實我個人認為，就算真有，多半是單方面的訓斥，單方面的訓斥。所以當這個他跟川普晚宴有爭端的時候，這個故事大家會說：“哎，這個很符合他的標準。”我信。傳聞的可信度是他自己激烈的表示所帶出來的。來，接下來就妙了。有一個日本的資深媒體人叫佐藤章，他寫了一段更尖銳的個人評論，這是他的看法，我不敢講有沒有事實，但他這樣說，他說高市在 G7 上面是一人其人辯人大會。意思是說，他一個人在那邊表情嚴厲，他說英國首相 Starmer 只是禮貌性跟他寒暄一下天氣好不好，他不知道想了什麼，竟然進入一種很嗨的耶的表情，就算沒人搭理他，他也笑容滿面，空虛的展現一個人100種表情的畫面。而他寄予厚望的川普幾乎無視他，沒有見到他。佐藤章這一段的描述是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諷刺，我把它當成日本媒體圈對他 G7 表現的一種解讀放在這裡。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刻薄，但他點出那個核心畫面，一個人很多表情沒人回應，跟網絡上他一個人在那邊轉椅子的影片
就是那一張大桌轉椅子。我覺得那個描述有點好笑。第一個就是高市早苗的國際經驗太少，所以他不知道等大家就坐你才跟着就坐，你不是自己一個人坐在那邊轉椅子轉，沒有人會理你。第二個，這是法國，法國他媽從來不會準時集合的，好不好？所以呀，我們要回到重點，重點是什麼？重點是高市早苗對外展現了非常強硬的態勢，他對中國展現了強硬，對內呢，他的支持率一個月內閣跟黨各跌5個百分點，加起來跌10個百分點。對外被中國罵成拉幫結派，對內被自己人用文春的子彈一發一發的打。我的判斷很簡單，高市早苗的 G7 是他最近執政的整個狀況的隱喻。他在國際上是孤立的，我們不管他是不是歷代日相的通病，他在國內是流血的，因為他在皇室面前是缺乏正統性的。一個領導人对外孤立，对內流血，對上沒有正統性，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一個政權走下坡的標準畫面。我們今天之所以要提早講，就是讓各位提早明白說，高市早苗最近內外交煎，你再不講，他可能就跌到快要下台了。日本的領導人傳統都是這樣子，但是高市早苗這次的表現是格外尷尬，以前只是格格不入，現在變成了力圖融入，但是依舊格格不入。那台圓桌邊上，一個轉着椅子孤單單的高市早苗，跟昭和100年試點上那個被消音卻坐有正統性的天皇，這兩個畫面就構成了今天這一集最後的一個問。高市在日本國內是非常強硬的，你想想看，他敢在參眾議院裡面說謊，說沒有哦，我沒有加入會員，所以我不知道，我聽了覺得不像，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他很強硬啊，而且他是真正的極右派，他本身是女性，但他反對女權哦。你不要以為他有什麼樣子特別的狀況。來，我們一路走到這裡，這個問題就變得很清楚了。我們把今天的所有脈絡好好解釋一下。我們今天從頭到尾講的是3種閉嘴的樣貌。他讓天皇閉嘴了，他可能只是想要抽稿，但天皇索性不開口。昭和100年把天皇對戰爭的反省從講稿裡面刪掉。他讓天皇閉嘴之後呢，輿論反撲，民間反撲。他想讓對手閉嘴，一天200支影片的攻擊攻產，我們上一集講過了。結果他也讓自己閉嘴了。他面對聲聞鑑定，他說我不想要當副會員，怎麼樣？所以我從來沒聽過，我不知道。同一個人在這3個閉嘴裡面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但是各位，我們今天要給你一個比這3種閉嘴更深的東西。我要告訴你，為什麼他要捂住這3張嘴，而且他最後還是會輸。因為有一樣東西是
捂住別人的嘴弄不出來的那樣東西叫做正統性。我講白一點，高市早苗很会製造東西，他能製造民意。用網軍，用1天200支的攻擊影片，他能製造強硬的形象。在 G7 上面對着中國放話，他能製造一個真相保守、堂堂正正的人設，他什麼都能製造，但是正統性製造不出來。什麼是正統性？日本天皇沒有實權，1毛錢的兵都調不動，1條法律都不能否決，但是他坐在那頭。126代傳承的，它就是這個日本國家正當性的源頭。這個東西不是選出來的，不是買來的，更不是影片刷出來的，它只能傳承，不能製造。我先念個斗內啊。河畔微光說：“跟青鳥認真就輸了，他們只要達成目的，不用邏輯跟腦子。但你一直攻擊南韓李在明，你達成了什麼目的？南韓看你很不爽南韓的網友說台灣人很賤來壞掉龍九說超哥等內說你們之前真是的，只要高市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匯率破180，高級店只要人民幣1750到3750，加機票住宿一次1萬人民幣好了，你花18萬。”彩禮買回家的小紅書用戶服務會那麼到位嗎？小心被傳染病啊！風興說：“超哥買啦，我快窮死了，因為風興在日本工作，他領的日幣一直跌，一直跌，他就會變得很艱困，好嗎？請大家同情一下風興。Eastchey 說：“這個目標很有趣，支持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明天就做出來。”柯和風說：“朱大晚上好，趕上直播，抖一個目標，端午連假完美收尾。” Mr. 阿卡赛子說：“小抖一點，朱大開噴，今晚酒真香，不知九哥是否還在用餐呢？”壞掉龍九是超哥說：“高市的繼孫都來大陸讀書做侄子了，他加油吧。”不用啦，我跟你講，這個事情真的很怪異。好，不管，我們把這個東西分析一下，就更清楚了。權力跟正統性是2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權力是你能讓別人做事的能力。高市有權力，他能叫宮內廳刪稿，能調度政府機器，能在 G7 上面代表日本發言。權力是可以搶、可以選、可以買，也可以失去的。正統性呢，是別人願意接受你來統治的那個信念。它不在你手上，它在別人心裡。你越想用權力逼別人承認你的正統性，別人越會懷疑你根本沒有正統性。這就是為什麼獨裁者最愛搞擁戴、萬歲這種表演，因為他們有權力，但缺乏正統性，只能用力演。高市早苗現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他用網軍製造民意，是在演大家都支持我；他在 G7 對中國強硬，是在演我代表日本的尊嚴。他不要女天皇，要自己的派系布局皇室，是想連正統性的源頭都抓在手上。但是各位，你抓得住權力，抓不到正統性。你越伸手去抓，它越從你指縫間流走。天皇那句希望符合人民理解，就是在提醒全日本，正統性在我這邊，不在你那邊，你抓不走。所以你看今天這出戲的結構有多諷刺。一邊是一個沒有實權，被消了音，連自己女兒的繼承權都保不住了天皇。但他只要輕輕說一句希望符合人民理解，就能讓全日本開始懷疑高市的方案。另外一邊是一個手握行政大權，
可以氣到北京的首相，但他的支持率一個月掉了10個百分點。他對重傷影片的解釋呢，40%國民明白說無法接受，接受的只有不到20%。他的方案過半的人民根本沒有搞懂。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就是今天的真相，而且這個真相會傷人，尤其最傷那個把真相掛在嘴邊的人。真相是什麼？你可以捂住所有人的嘴，但你捂不住你沒有正統性這個事實。科學或是說歷代的政治學告訴我們，政治學那條青木法則，當一個首相的支持地基開始崩塌，從77.1往50邁進的時候，這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什麼事情？你越是用力的捂住對方的嘴，你越是用力的在國際間表演，每一次都是新的醜聞，都是文春的下一發子彈。但問題是，今天最後的等價交換來了，高市早苗想要什麼？他想要權力，他明明已經拿到了啊，而且改憲大勝，坐上女首相的大位，代價是呢，他想要用權力，他不滿足，他想要用權力定義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正當的。而且很抱歉，這恰恰是權力買不到的東西。他想讓天皇閉嘴，結果天皇用沉默了，證明了正統性在誰那邊。他想讓對手閉嘴，結果文春周刊文春用聲文證明了真相在誰那邊。他想讓自己閉嘴，不敢講話，結果他的回避本身就是最大聲的回答。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日本有一句話，從幕末就有人在問了，什麼意思呢？幕末就有人在問，到底什麼時候要大政奉還呢？把權力還給天皇。現在我們講到這裡，我還是要明確的告訴各位，不會的，天皇制不會真的奉還，那是浪漫的想象，不是現實。但有一件事情會發生，那個坐在 G7 圓桌邊一個人轉着椅子的女首相，跟那個坐在昭和100年試點上一句話都沒說的天皇，時間會證明，當潮水退去的時候，留在沙灘上還站得住的是那個有正統性的人，不是那個會製造民意的人。女神之所以是女神，是因為大家相信她。當声纹鑑定打臉，當支持率崩塌，當天皇都用沉默表達的態度，相信就一片一片碎掉了。而一個再也沒有人相信的女神，已經沒有網絡可以幫她造神了。她墜落的不是權力，權力還在手上嘛，選完了啊。但是她墜落的是大家願意相信她的那一個神壇。一個再也沒有人相信的網絡造出來的女神，手上就算還握着權杖，也只是一個孤軍啊，也只是一個沒有能力繼續走下去的人。所以你看，高市關於重傷影片的說明，有40%的人無法接受，願意接受的只有最基本盤的19.4%。那這到底是怎麼樣？你不可能大政奉還的。但是高市早苗可以做到爛到這個程度，我真心覺得我不明白啊。開局，你以為他幾乎全贏了？我坦白講，我個人對高市早苗真正不爽的是，今年年初我們有分析過，他國會改革重選，基本上不應該當選的。結果呢，忽然之間就他媽當選了。結果現在給我揭露出來說啊，原來在背後作弊，原來在背後用網軍開戰，
那好啊，那這個出來的結果是什麼？是整個政權也沒有完整的正當性，然後你又要硬幹，你又要上下左右東西南北開戰，我真心不明白，一個國家的治理者怎麼可能也怎麼可以用開戰當成唯一的目標，用到處得罪人當作唯一的目標？這就是仇恨動員吶！你以為只有仇恨才會幫助你當選，可是人們需要的是治理，你沒有治理的能力，你還要再搞什麼？CCL 說：“朱大談談世界發生了什麼，大家眼界會越來越廣。”對啊，我希望大家眼界越來越廣。我們要看到的是真相。高市早苗這件事情，為什麼我開這麼多集討論？就是他做的事情不是一個理性的抉擇。你今天好不容易當上了首相，你是一個有史以來第一個女性首相，而且你透過網軍攻擊你同黨的人，登上了首相的位置，你應該好好珍惜才對啊！你應該好好珍惜，結果你不珍惜，你到處得罪人，四面八方開戰。到底是幹嘛？好，各位，按讚快要突破1000了，請各位趕快按讚，好嗎？那同樣的，我也要上一下我的这個狗皮膏藥啦。所以各位，如果要抖內的話，有綠界，有這個微信支付什麼東西的都可以。不是日本極右派不是喜歡戰爭，你知道？這個是日本的極右派沒有辦法理解自己面對戰爭而又全身而退。日本的極右派到底在想什麼？目前日本的自衛隊是強沒錯，但是你沒有辦法面對一個沒有正當大義的一個戰爭啊！你國家可以正常化，誰告訴你開戰才能導致正常化？日本做好一個經貿的高度跟立場，你已經對美國俯首稱臣了那麼久，怎麼會？你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選擇？我真的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所以你看，將來有一天，我想我會希望能夠做一集是高市早苗現在所做的所有事情，不是我們抱持的濾鏡在看，而是他對整個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那如果對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包含他的稅收，包含他的支持度，就一定會繼續往下走啊。那你怎麼會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結果？日本的自衛隊現在邊線比跟台灣差不多慘欸，那你要怎麼辦？你要怎麼辦？好不容易，謝謝 Luna 菜菜抖內，這是什麼？粽子啊？哦，好哦。那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認為日本應該要這樣子走？我真心不能理解。當然有網友又會講說什麼日本6個月之內可以做出來核子彈、熱核彈，我告訴你不可能啊！我曾經做了一集分析這個東西，做不到，做不到。而且這個手段也沒有效，我必須要講。看看高市早苗，想想賴校長，你說他這個手段有什麼效？他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下跌。那如果你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下跌，你怎麼會告訴我說這個手段是有效的？啊，他就沒效啊，他就沒效。你是在你直接攻殺，我真的覺得很不能理解。好，我趕快把那個我們的意見調查結束。還有順帶一提啊，我們的那個
帶貨連結啊，都在置頂的這個連結裡面。你要買芒果，你要買雲漳牧場的台灣牛肉，你要買好吃的信豐的香腸。靠，我最近好久沒吃信豐香腸，我要開始大量購買了，不然没有東西可以吃了。Winston Ruby 說：“問一下台灣的朋友們，你們會贊成日本對台灣軍購嗎？如果賴賞在近期內宣布這從日採購軍售，你們會聯繫你們的在地民代表達你們的意見嗎？”坦白講，根本不需要贊成，因為日本不敢賣，美國沒有同意，日本就不敢賣，就這麼簡單啦。美國不會同意啦。其實我們上一集不知道幾集以前就講過了，有一個逃到日本去，這個尋求政治庇護的一個香港人吧，還是什麼人，他就說，那日本應該要接起來对台軍售這個棒子棒一個頭啦。日本極右派根本沒有跟你分享權利，你在賣什麼武器？想太多。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妙。來，日本是真的不會這樣做，你不要多想這個事情。我知道你看到了那篇文章，但我也知道這個事情不可能。所以我來看看有沒有網友抖內。有這個，好，这是网友誰？RXW 說，這是因為 Y 染色體才能保證皇室純正血統的傳承，確實和女權無關。這個講的是 XY。然後這一位網友呢，這個是這個沒有駕照。他說，川普、賴清德、高市早苗習出現在同一個時代，天知道以後會發生啥？這真的是一個不是很妙的狀況。我看看啊，今天是21號。順帶一提，給各位分享一個我最近抓到的，今天早上抓到的圖片，我才知道今天是國際父親節，但是這個圖片裡面講得很清楚，這是人類史上最廉價的一個節日，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講到底有沒有必要過父親節，它的招牌就是吃的東西掉地上了，洗一下給你爸吃。因為綠幕看不清楚，是不是？幹這個，我也不知道你看不看清楚了，我來看一下啊。幹穿透了，好吧，這沒辦法，他用黃色綠幕的東西。好，那個招牌是今天是父親節，怎麼過？東西掉到地上了，沖一下水給你爸吃，預祝各位父親節快樂。這就是一個無奈的事情，但我覺得希望各位可以快快樂樂的過父親節，好不好？那微信那邊我已經念了，我看看支付寶這邊怎麼樣？開始，靠腰。來，各位趕快開始投票了。今天的內容，如果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請投1；你覺得內容好，講不好，請投2；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話，請投3。今天也是世界臘腸狗日。幹父親節就過跟臘腸狗一樣，對不對？來，我看看這一位什麼什麼廠，不對，這是什麼什麼零呢？難怪我想說他怎麼抖這麼多，還有抖8塊8的這位網友不知道想要說什麼呢？他沒有要說什麼。他就是抖了一個8塊8，然後什麼什麼名，謝謝你的抖內，什麼輝，好的，這也是新同學，來，謝謝各位的抖內，各位還記得，你記得要按個讚哦，今天內容還不錯，如果你們覺得那個內容好的話，我們就
繼續往這個方向走。所以父親節就是過跟臘腸狗一樣，好不好？那也沒什麼好開心的，就這樣子啊。好啦，謝謝各位，今日希望各位一切順利，開開心心。今天是夏至，聽說是夏至。哦，不一定，搞不好還輸臘腸狗。幹，越聽越可憐了。好了，希望各位爸爸不要一直輸給臘腸狗，好不好？來啦，拜拜。